皇上密诏，特赦魏启侯，暂缓行刑。大胆段宏，竟敢私闯法场，抓住他！段兄弟，有你为我送行，足矣了。给我杀了他！段宏假传圣旨，力斩不赦，当拦者当诛同罪，斩了他！住手！我乃皇上亲封的太中大夫，奉皇命而来。我看谁敢逆旨抗命！驾！段宏，走！驾！我现在去见皇上，看你们如何收场！皇上，太中大夫卫青与祁门仆射段宏求见。段宏，是，段宏。传。诺。参见陛下。段宏参见陛下。段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是为何？陛下，臣与段不夜前来请罪。参见丞相。怎么样？回丞相，皇上正在议事，暂不能接见。皇上是否正在面见魏大人和段不夜？还是请丞相先回，等皇上见完之后，自会再宣召丞相来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我们走。劫法场，假传圣旨。你们果然是胆大包天，一个闯祸还不够，你也去掺和了。陛下，当时情势危急，朕才刚刚了结了一桩难决的公案。你们两个这么快，却又给朕添难题。卫青，你可知道，假传圣旨是必死的大罪。臣这几年，常闻陛下对边城敌患忧心忡忡，还时常询问段不夜在西域的情况。这次段不夜突然回来，思量他必定有大事急奏，陛下也定想知详情，故提前在法场转达圣意。臣也不算假传圣旨，顶多算是揣测圣意。那你呢？栉风沐雨的赶回京来，是真的边关有事，还是只为了报知遇之恩，营救行刑之人呢？臣这次回来是救忠良，除奸佞。你可知道，就凭这6个字，朕已经可以令你身首异处。臣所言并无差错，丞相的确诬陷忠良，我只是来替天行道。大胆！你说丞相诬陷忠良，可有证据？但冠夫纵容宗亲，横行颍川的种种罪行，却是铁证如山，依法不能不斩。那魏齐侯呢？他先平七国之乱，又拼死反对太皇太后立梁王为主，让先帝得以将皇位传于陛下，公冠两朝，如此忠臣，何罪以至于问斩？难道陛下不是坐稳皇位之后，就亲舅父而叔魏齐侯这个忠臣，把旧臣功绩都给忘了？住口！依你所言，朕就是忘恩负义，错杀忠臣了。陛下，段不夜忠君之心可昭日月，誓言皆因一时悲痛，求陛下恕其冒犯之罪。冒犯之罪，朕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劫法场，朕又如何处置？天下臣民若认为朕办案不公，都来劫法场，这还有皇法吗？若朕轻饶，如何面对天下臣民？陛下，陛下，丞相他……朕不是已经吩咐过不见了吗？丞相已陪着皇太后入殿了。
参见陛下。参见母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免了。丞相，免礼吧。哀家还以为皇帝是忙，连我这个母后都不见了。的确有事要办，耽搁着，才没有立即宣召舅父。没想到舅父去而复返，还请了母后来，而且来得这么快。说到快，哪比得上魏大夫和段仆夜？那边厢犯了国法，这边厢就来面圣。皇帝可知道何谓法，何谓治？要是国法不依，如何以治？国不治，哀家看天下就要大乱了。母后所言甚是，国法不能不彰，犯法不能不惩。不过，儿臣不太明白，如今是谁犯法？禀陛下，这2个人假传圣旨，劫法场、阻行刑、抗皇命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现场百姓、刑场官兵都是人证，他们在刑场更以下贴身佩剑以及出使毛节，就是物证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明察。假传圣旨，何以见得是假传呢？陛下，他们2人口口声声说奉陛下旨意，可是身上没有手谕，也没有圣旨，那不是假传，还是什么？白民，臣在。去传御史大夫来，朕要问他新法令的事。诺。慢着，还是待朕稍后写一道谕旨，你再去传，免得你被人说成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又有人来烦朕了。诺。将剑传上来。卫青啊，你连传个口谕都要解下佩剑做担保吗？是不是朕的话比不上这把剑的分量？陛下，臣官小言轻，没人相信臣是传陛下口谕。事出突然，臣只好留下佩剑，待段不夜强行离开。官小言轻，看来朕要再升你官了。丞相，一切似乎都是你过于谨慎所致，纯粹是误会一场。起来吧。诺。皇帝，卫青既然真是传你口谕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那么，这个人呢？他明明就是私劫法场，罪不可恕。如果要治罪，那也是先要治舅父的罪。陛下，臣不明白，请陛下明示。你可知道你身后那是什么？这是段仆夜出使西域所持的毛节，他亲带到刑场，并留在那里。现场的臣民皆可作证。回陛下，确实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丞相难道不知道，此节是朕派遣使者的凭据，代表大汉，代表朕，借节如见朕吗？朕将此毛节交与段宏，就算段宏有罪，都必须亲来见朕，交回毛节。丞相却无视法理体统，硬要当场问斩。段宏反抗是逼不得已。朕想问丞相，
你当时心中是否只有杀人之气，全无敬战之心？陛下，皇帝，丞相判段宏力斩不赦，虽然有点鲁莽，未有顾及段宏使臣的身份，可也只是一心想维护朝纲。难道谁人拿着这毛节就可以任意妄为吗？那日后，母后放心，丞相以下犯上几乎擅杀汉室，对朕不敬等等大罪，儿臣念他重法纪的份上，不予论处。至于段宏，擅闯刑场，虽因初回京城未知情由，于情可恕，但于法难容，朕不会轻饶。来人，在，给朕重重杖罚50，以儆效尤。诺。走。魏夫人到。段大哥，不要多礼。魏夫人，我们6年没见，今天终于一见，我竟如此落魄。段大哥本着朋友情谊，在魏齐侯段大人急难之时出手相救，其情可感，其义可嘉。有你这番话，我就没有那么羞惭了。段大哥侠义盖天，何须羞惭？这是外敷内服的活血药，能消肿解毒，止血生肌，治段大哥的创伤再好不过了。皇上说这是南夷进贡的，是当地的保命圣药，非常珍贵。他一直放在太医署钻研调制，因知你急需，才拿出来送给你。那臣只有谢皇上圣恩了。我知道段大哥还在气头上，这件事也确实委屈了段大哥。但此事若非如此，恐怕皇太后和丞相皆不肯善罢甘休，到时段大哥的命都难保。皮肉之伤，不足挂齿。夫人不必担心，有些东西不是这药能治的。段大哥，魏齐侯与冠大人皆救过子夫的命，你的心情子夫怎会不明白？但是现在，
逝者已矣，不能复生。段大哥一定要振作，我相信他们泉下有知，也不想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子父也会心痛。你放心，我会振作的。等魏齐侯大礼之日，我会去撒米贝插起经，好好吊祭他，然后重新上路。重新上路，段大哥，此话怎讲？经此一役，很多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冠大哥和魏齐侯既是忠肝义胆之士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既然苍天无眼，君主无情，我不如辞官离京，远离这是非不明、忠奸不变的朝廷。段宏不想再踏仕途了。忠臣都离朕而去，留下来的有多少是忠心至诚的？又有多少是存有异心想推翻朕的？陛下不要烦心，就像此时的太阳，虽然已临近落山，却依旧照到这宫殿，还有这山河，旗红如火，壮丽雄伟。这山河都需要贤君去主持。贤君，如今连段宏都如此看朕，朕都成了不问是非的昏君了。窦婴和冠夫皆对你有恩，如今是朕下旨杀的，你可曾怪朕？臣妾才智不足，未知大事，只知道相信陛下。陛下绝不会枉杀忠心耿耿，又曾尽力辅佐陛下之贤士，当中必有原因，不然陛下也不会一直为此事烦忧。朕之前就是因为心烦气躁，没有体谅你被母后才疑泄愤的难处，反而向你发脾气。你不但没怪朕，还请缨代朕慰问段宏。臣妾明白陛下当时的心情，臣妾无力为陛下分忧，惭愧还来不及，又怎会去怪陛下？臣妾只希望略尽绵薄之力，让陛下舒怀，暂离忧愁。知朕者，莫若子父。你来了，臣段宏，参见陛下。敢问陛下召臣来有何吩咐？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，臣就是在这里与陛下相识。当时陛下在怀念忠良，祭奠赵大夫和王大人2位贤臣。朕还记得，你用这把宝剑斩毒蛇，免朕受伤。这宝剑是魏齐侯要臣用以护主卫国，可如今剑在，人却已枉死。你句句针锋相对，说明你对朕仍有怨怼。不敢，臣只是实话实说。陛下若认为臣有冒犯之处，求陛下论罪；又或是臣交出印绶，求陛下准臣去职。你过来。
使怪朕下旨杀了窦婴，但你可知道，最不想杀窦婴的就是朕。当年朕在此祭祀2位恩师，如今重回此地，也是要祭祀为朕轻生的忠臣。陛下不会说的是魏齐侯窦婴吧？正是。当年陛下受制于窦太皇太后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可如今陛下权倾天下，既不想杀，自可赦之。你怎知道朕不曾赦他呢？当日朕曾暗访都司空，探视窦婴，可他向朕求的不是生，而是死。求陛下赐臣一死，也了却臣之心愿。不行，外敌觊觎，内有佞臣，朕不能让你就这么枉死。你要留有用之躯，助朕正朝纲，肃贪渎。陛下，朕永远不会忘记你当年是如何扶掖朕，如何见贤臣，推儒学，受朕治国之道。朕今日之所以能坐稳帝位，皆因有窦丞相你。正是因为臣姓窦，所以臣必须死。这窦姓只会延续外戚专权的遗具，加深朝臣相互猜夺内讧，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一。况且，当年先帝赐臣密诏，遇危急之事可承诏面圣。臣本欲借此遗诏面见陛下，为官夫申辩。可这遗诏竟在尚书署找不到副本。陛下，这可能吗？若不是臣伪造，那就是有人盗取副本。陛下，能在尚书署下手的，只有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之人。陛下英明，臣指的是谁？陛下应该能够猜到。官府马谡本只是一桩醉酒闹事，何以演变到诛其亲族啊？臣被误为伪造遗诏，这可是滔天大罪啊！当中的情由，难道就只是因为天分没有容人之量吗？你是说其中另有内情？官夫醉酒，马到最后提及一事，让天坟立即将他抓住下狱。当时人们只是以为官夫醉得糊涂，胡言乱语而已。那是何事？天坟牵扯的，乃是足以让他抄家灭门的大阴谋，意图谋反。什么？他一时为丞相，又是国舅，位极人臣，这没道理。这或许是他为太尉之初，又或许是被免职赋闲之事的图谋。臣听官夫转述，田汾曾向同谋说：“陛下整日狩猎，以身犯险，却无子嗣。若公居晏驾，汉室无主，他们便可成大事。”真有此事？官夫已死，家已被抄，宗族既灭，而臣为了救他，也身陷囹圄，被诬以必死之罪。陛下，孰真孰假，只能凭信与不信。这么说，你们全无证据？确无实证，目前只有臣死，让田汾以为陛下相信是臣诬告他，而疏于防范，也好让陛下趁机找出他的罪证，以便吞并不法，一举铲除田汾及其合谋一党。此乃臣必死理由之二。若真像你说朝中有此等大事，朕就更不能让你死。只要你查出冠夫枉死的实情，
粉谋反的罪证。那陛下不就蒙上了包庇罪臣的污名吗？什么污名不污名，朕不怕。朕是皇帝，朕不让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陛下，臣还有第3个非死不可的理由。当日官府不愿去填坟的婚宴，却因臣极力劝说，他才出席。因此招来杀身之祸，官府因臣而死，臣有何颜面求生人前？求陛下治国依法，杀臣以立威信，让臣对官府尽义，对陛下尽忠啊！如此一心为朕为社稷的忠臣，朕怎舍得让你枉死？一句忠臣，都应足矣。臣死前还想对陛下再进一言：为君者，有时难免要恨，要决断。臣请陛下原窦婴必死之志。这是窦婴为自己亲书的遗亲，用它来盖世，以示其一生受得起这4个字。臣罪该万死，不曾体谅陛下苦衷，多番不敬。你何罪之有？窦婴枉死，朕痛心疾首，却不能宣之于口。你生气，只因与朕同心，朕怎会怪罪于你？段宏，你一去6年，你可知道，这些日子里，朕如失了右手一般。段宏，你别再去西域了。现在这处境，你留下来帮朕，续窦婴之志，助朕追查填坟谋反罪证。臣定当尽心尽力，为陛下效犬马之劳，鞠躬尽瘁。这玉蝉是朕为窦婴亲雕的玉函，朕不能亲往致敬，希望你能将它放在窦婴口中，以慰窦婴亡灵。口含于世，欲化不得，欲为苦辣，已于不朽。玉蝉有重生之意，愿窦婴能远离一切妖种，让一生功过待留千秋平定。为其后在天之灵，必如陛下所愿，早日重生。你就好好替朕吊祭窦婴，以表朕之哀思。
愧天地。继位齐侯英灵，丞相，是祭奠窦婴的祭台。别管他，绕道过去。诺。为齐侯在天之灵，他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重转小计，吓得了本丞相吗？不要管他，走！问齐侯，你在天之灵，保我为你报仇雪冤，让祸害忠良者下场悲惨。段宏在这里设下怒计，当天祭英灵。愿为齐侯在天之灵，保卫汉室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欺上瞒下者，心不安息，誓不更位。侮辱本丞相，是不是想步官府后尘？暴击英灵，如讨奸佞，与丞相无关，怎么会正入到丞相？这是魏继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遗亲。走，上车！愿无辜者无愧天地，害人者自遭报应。扰乱朝纲，必自食其果。快做尽坏事，必不得好死！必不得好死！必不得好死！害死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必遭天谴！必遭天谴！无愧天地。为齐侯在天之灵，奸佞谄媚者，血债血偿；欺上瞒下者，誓不甘位，下场悲惨。这是为齐侯死前的亲书，用来盖世的义亲，用来盖世的义亲，必遭天谴！必遭天谴！必遭天谴！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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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不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？弟弟，弟弟。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没病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。姐姐不懂医术啊，弟弟，你应该让御医看看你的病啊。御医没用，得靠你。姐姐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你才能镇住他们。姐姐，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难道你真的被恶鬼缠身了吗？你别说，他们会听到的。他们来了，来了！他们来了！弟弟，你救不了！快传太医令！诺，快！弟弟，弟弟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有姐姐在的一天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一如当年姐姐在后宫失忆的时候，你守护着姐姐，为姐姐奔波一样啊！他们好厉害，生前行军打仗，大杀四方，死了为鬼为欲，绝非等闲之辈呀！他们来抓我了，他们来抓我了！弟弟，你不要吓我呀，弟弟，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，他们绝对不敢动你的。没用的，姐姐，没用的，你保不住我了。那段宏法术真的很厉害，他招风唤雨，狐神唤鬼，我真的是斗不过他呀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区区不夜，姐姐才是皇太后，有姐在，没事的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
这一辈子有你做我姐姐，足够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丞相既是陛下舅父，葬仪一切一定要风光。臣妾已经安排有司去办理，葬地也已经选好，墓室的形制按照丞相府原状，随葬的金器、玉器、青铜器，臣妾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就等陛下择吉日送葬。母后可好？母后心中郁结，还想静养。母后已闭关3日，足不出户，不肯见人。皇后与其安排丞相丧事，倒不如去安抚母后，看她是否安好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参见母后。参见母后。儿臣担心母后。母后，哀家今日来，是找他。哀家的心情，众妃之中，属你最明白了。当年你弟弟卫青宫外出事，你身怀龙胎都要护着他。如今，哀家的弟弟遇害身亡，你说，哀家该如何为弟弟抱不平？这里有2498块玉，你帮哀家数数齐不齐整，给哀家做个见证。母后，这是玉匣用的玉，怎么带来这种丧葬裹尸之物呢？这是哀家为自己这将死之人准备的。哀家的弟弟田汾于宫外被段宏所设的陆绩惊吓至病倒，无端枉死。哀家今日誓死要为弟弟讨回公道。母后请息怒。皇太后，息怒。段宏不死，今日这玉匣就是为哀家而设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哀家倒要看看哀家10月怀胎的孝子，今天是要维护一个姬妾的朋党，还是要存孝义，赐死一个恐吓丞相、十恶不赦的罪臣段宏？一句话，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儿臣当然希望母后福寿安康，也知道孝义所在。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若母后执意要以死要挟儿臣滥杀忠臣，儿臣只有为母后行葬祭之礼，以答谢此恩。母后，母后，走开！皇太后，皇太后息怒。不孝子！母后，请听儿臣说。哀家不听！
孝有忠孝和愚孝。从前孔子的学生曾参，因种瓜伤及根苗，任由父亲杖打责罚，险些丧命。激让其父背上杀人之罪，羿恶之名。事后孔子斥曾参是愚孝而非忠孝。狡辩！母后生我育我，儿臣时刻恐怕孝敬不周，又怎会忍心让母后背上胁迫天子、干扰朝政的恶名？若儿臣遵从母后之命，以赵隐亡魂吓唬丞相为由，致朝臣死罪，确实能偿母后一时之愧。可失诸礼具，必受天下人讪笑，儿臣也得担上愚孝之名。儿臣实难从命。况且儿臣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索命之说，路祭之事，天天有之。若舅父光明磊落，又怎会偶然遇上就吓破胆，甚至一命呜呼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亲舅父？舅父那些罔顾皇法的恶行，难道全是诽谤之词？母后爱弟亲切，或许相信，可作为一国之君，儿臣心中有数。母后若纠缠下去，朝中必有不平而鸣者，将舅父行恶遭天谴一事传扬出去，挖出舅父更多罪行，这不是更有损舅父名声吗？这也非母后所愿吧？恳请母后三思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儿臣陷于两难。启禀陛下，可否让臣妾说几句话？说吧。皇太后刚才提起臣妾弟弟当年被抓一事，臣妾回想起来，也甚觉惭愧。当年臣妾愚昧，为了弟弟的失踪鲁莽行事，几乎铸成大错，险些滑胎，伤及腹中骨肉。如今，只要为长公主身体抱恙，臣妾就愧疚当日所为，也许疑惑胎儿。皇太后与丞相姐弟情深，但是皇太后与皇上骨肉相连，母子同心。相信皇太后也不忍皇上受群臣非议，陷于两难，求皇太后英明决断。母后这百年归老之物，今天送到儿臣这里，正好让儿臣赵巧公拿去精雕细琢，每片玉片都要雕上凤鸾祥寿，才能配得上母后的慈恩义德。母后凤体金躯，必定长命百岁，儿臣便有充裕的时日，可以慢雕细琢，以此回报母后的深恩。就这样办。母后，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。这些金缕玉衣，臣妾会拿到东园重新修整，一定会尽善尽美。好，此事就交由皇后办理。诺。陛下为臣，不惜冒犯皇太后，臣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起来吧，朕已经失去了
窦婴和冠夫，怎能再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？谢陛下。这事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了。只是跟田汾勾结、图谋造反的党羽一日未查出，始终是大汉的祸患。敢图谋帝位之人，必位高权重。若田汾与之勾结，就肯定是在他未当丞相之前。田汾究竟有何利用价值？这人虽位高，却应该无法自由出入禁锢，所以才要借助田汾国舅的身份，方便行事。臣定会循着这个方向入手追查，并且会在田汾的好友当中一一查询，不将图谋者正法，绝不罢休。有你这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切记，机密行事不得外扬。臣明白，臣一定会小心。有臣如断皇，朕何事阻虑？有君如陛下，臣死而无悔。启禀魏夫人，皇太后还没起来，或者，请魏夫人先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皇后驾到，窦太主驾到。参见皇后，参见窦太主。起来吧，妹妹也来向皇太后请安啊。是，只是皇太后尚未起来。是吗？翠儿，快进去通传，说皇后来请安了。诺。魏夫人，你最近勤来请安，是因为皇上最近常宿交房殿吧？但是刻意奉承，未必博得皇太后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呢。臣妾向来暗例请安，今闻皇太后生病，更常多来探望，并无刻意讨好之意，请窦太主明鉴。啊，那应该是我说错了。魏夫人当然不用刻意，只是举手投足已经是敬长辈、爱国君、识大体的贤惠嫔妃，那种真义淑德、挥耍自如，可是装得颇到家呀。母亲怎么能这样讲？魏夫人确实是贤惠入骨，母亲怎么能说她是装的呢？正因为魏夫人这贤良之德，才可以从一个歌姬攀上夫人之位，又得天佑，生出3个女儿。所以嘛，我这个皇后也得向妹妹学习，当一个贤惠的妻子。禀皇后，皇太后刚刚醒来，请内进。娇儿，你看，不是说皇太后正在歇息吗？你来请安就立刻召见。皇太后原来是不想见某些人。那母亲，我们进去吧。魏夫人，看你平时很聪明，怎么突然间不懂情理了？皇太后分明就是不想见你，你偏要进去惹她生气吗？我身为6宫之首，本来也应该帮你，可是总不能让皇太后在病中再受刺激吧。不过，本皇后不介意带你向皇太后请安。魏夫人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皇后，臣妾做了些补汤献给皇太后，请皇后代为送上。魏夫人还是自己用吧。皇太后就是因为怒你才不想见你，你让本皇后拿你的东西进去，那万一再触怒了她，你我可都担当不起。皇后窦太主到。
皇太后金安。免礼了。母后身体欠佳，臣妾特意备了鸡汤，让母后提神养身。娇儿真是孝顺，别人就没有你这份心了。妹妹呀，这鸡汤是娇儿早上亲自给你熬的，妹妹趁热喝啊。是娇儿亲手做的，哀家当然要尝一尝。若真能提神，就更好了。哎呀，哀家如今是整天困累，药食不灵。太医令开了几副药，都没什么起色。哎呀，这可非同小可呀！妹妹，你睡中可有梦啊？何止有，还噩梦连连呢。一时梦见弟弟，一时又梦见太皇太后。他责问哀家，为何要纵容弟弟杀害那个姓窦的？窦婴脚趾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哀家何干呢？弟弟过世前几天，他也是噩梦连连。难道母后福寿绵长，想必只是伤心过度而已。不多虑就好了。就是，想是太医令的药并未对症，所以才令妹妹久病不愈。幸好我们娇儿孝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已经为妹妹寻得良医了。哦，臣妾一直为母后搜寻良方妙药，今日还遇上一位义士。他不但神通超拔，而且医术更胜扁鹊，在河西一带被誉为神医。听说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母后可要试一试？世间竟有此等高人，到底是谁？此人名叫楚服。楚服。皇太后福印，灵丹妙药在此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母后，你这2天才喝了2副药，气色已见好转呢。相信妹妹的病很快就会康复。起初娇儿推荐的时候，还半信半疑。唉，现在虽未完全康复，但身心舒畅多了。都坐吧。楚服，你果然名不虚传呐！谢皇太后赞赏。不过小女子不敢独占功劳。哦，难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高人？
是田丞相在天之灵护佑皇太后。弟弟，丞相素来积德，已归仙道，如今福泽后宫，皇太后才会迅速康复。原来是弟弟，他在保哀家，可哀家却保不了他。母后救父成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，为何难过呢？娇儿说的是，他能成仙就好了。哀家心结能解，全因你孝心推荐。哀家要重重赏你。既然是孝心，又何须原赏？母后要赏，就赏楚服吧。是他法术了得，才让母后解除烦忧。这是当然，就赏楚服黄金100锭。谢皇太后赏赐。起来吧，以后你就留在哀家身边，替哀家医病保养身子。楚服只怕不能胜任，求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为何不愿意呢？你有什么要求，就说吧。小女子并无要求，只是药道可以并除，灾星却棘手。楚服难有把握保皇太后周全。灾星？宫里怎么会有灾星啊？是谁啊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哀家命你说。可是泄露天机是要折福折寿的，这关系到汉室安宁。况且皇太后对你信赖赏识，你理应报答呀。那小女子只有冒折寿之险说出来。此灾星非出自王侯富贵家，却凭声色技艺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因命带刚煞，近者遭殃。正是一朝白玉夺，后宫苦伶仃。什么一朝白玉夺？这只是小女子祭天求神时感应而来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白玉。放心，你的白玉喜寿乃皇后专有，谁也夺不走的。说，这扰乱后宫的灾星究竟是谁？凭着声色技艺，攀龙附凤，独占圣宠，难道是他？母亲，别乱说。说又如何？谁猜不出来？除了魏夫人，还能有谁？母后，魏夫人向来心善仁慈，对母后恭敬，她的一言一行在后宫之中尽是典范，怎么会夺白玉，又克母后呢？皇后，宁阁与生俱来，且有罡风引路，为她扫平障碍，轻易扶摇直上。只怕祸延后宫，绝不能让这妖孽灾星去伤及皇帝。皇太后请放心，此灾星遇弱则强，遇强则弱。皇上乃95之尊，不足为虑。但老幼病弱者，为灾星所克，轻则诸事不顺，重则突发病患，危及性命啊！后宫老幼众多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楚服，你若能消灾解惑，哀家必定重重赏你。皇太后赏识器重，小女子必定竭尽所能，报效洪恩。
你怎么这么坏呀？再坏也比不上你的障眼法厉害。跟你的周全妙计相比，算是不相伯仲吧。那些太医怕伤了凤体，不敢下重药，全都是一些无胆的笨驴。说到底是你高明，先来猛药治病，让皇太后龙精虎猛。紧接再来一招治心之术，说田汾入了仙道，皇太后心结极解，几乎不药而愈了。这个田汾用计不用人，妒能积财，死不足惜。如今胡诌他入仙道，算是便宜他了。不过也是因为他的可恶，我们反而有机会找到皇后和窦太主做靠山，让我们在皇宫大展拳脚。接下来，你就让窦太主献出他的长门远，去讨好皇上。先稳住皇后的地位，再除掉那个魏夫人，将卫子夫弄得生不如死。